本期带来魔兽出品的湖中骑士，本体重量997克，到头28厘米高。内容方面，磁吸大地台一套，还有刀架、背包支撑一对，包含本体一共6对替换手型。湖中骑士的驾驶员叫做特雷西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《先祖效应》漫画中查找设定。这是欧洲战区的2号机，使用古代骑士精神粒子作为动力内核的战斗装甲。漫画里面给出的细节其实并不多，这里主要以玩具刻画为主。通体护甲主色调由白色搭配浅灰色分色，绿色和金色金属色零件作为点缀，给人感觉比较干净透亮。由于内藏爆甲结构，护甲面板之间分割比较多，但是不至于太凌乱，破碎感刚刚好，整体身形显得比较壮硕。肩膀两侧有对称的狮子头部，线条轮廓的辨识度还不错。在身体内部同样也是全合金骨架，大部分结构与系列之前的机体有做出不同。下面来具体看下细节可动表现。颈部可以拉出增加活动范围，向上拔出头盖可以替换电池，头部需要 AG1 2枚。安装完成后，翻起上方零件可以安装头发，按下透明面罩可以发光，头部可以上下活动，同时可以左右摆头，也能左右平转。按下颈部零件可以触发胸口抱甲联动，后颈零件可以向外拉出，露出机械细节。肩膀有蝴蝶关节可以向前，同时可以小范围上抬，归位后竖方向可以360度旋转。肩胛可以单独活动，抬起上方零件触发联动和灯光。狮子亮眼张嘴，沿根部可以将整个肩胛抬起，手臂根部向上，小臂零件可以360度平转，二头肌部分也可以360度，手肘双段弯曲可以接近180度，移动时会触发后方联动。向上推灰色零件触发爆甲，抬起双手，胸口可以左右弯曲，也可以平转。打开所有裙甲腾开空间，腰部左右都可以60度旋转空间。同时胸腰可以弯曲，弯腰时触发背后联动机关和前方液压零件。腰间两侧绿色零件可以左右拉开爆甲。后裙甲根部是球形关节，拉开白色零件爆甲。侧裙甲爆甲效果不明显，前裙甲共有3处爆甲。大腿根部有额外金属杆连接，移动时能增加范围。大腿抱甲在顶部，左右侧抬可以到90度，膝盖弯曲接近180度。关节内部可以看到液压杆和联动零件，弯曲膝盖时，小腿装甲也可以联动展开，小腿后方零件向外都可以拉出。跟腱处也有联动装置，后脚跟刀片可以移动，脚踝造型零件在球形关节上，移动范围不错。脚掌可以左右接地，前脚掌有多段弯曲结构，脚底板前后各有磁铁。整个可动表现算是延续系列优秀水平，各种联动小机关加上外甲爆甲，这款玩具可玩性还是挺高。但是合金骨架成品玩具手感都是偏紧，需要多次把玩后才有舒适的感觉。大家在掰的时候要注意用力不要过猛，以免伤到漆面。武器方面，先看到长枪，头尾总共35厘米，配色跟本体统一，后方金属杆可以拉出方便安装手型，下拉黑色零件触发联动，变形成射击模式。这时可以翻开电池仓，这里需要 LR44 电池2枚。发光效果还不错，武器握持效果，有长枪的骑士才有战斗力。剑盾表面有湖中骑士字样，内部分色还挺多的。拉进来看看细节，拉开末端触发联动，拉开蓝色透明键，盾牌展开。展开时注意顺序，一定要从下到上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拔剑。设定上盾牌承受能量攻击，给剑充能，拔出后可以一击爆发，秒杀大量杂兵。剑柄有联动，但是我建议手动先打开一段，再拉扯剑柄剑身比较安全。安装盾牌连接零件，取下背部遮挡零件就可以安装盾牌了。这个武器确实是攻守兼备，造型个人也很喜欢，又像大剑又像怪物猎人的斩斧，而且收纳把玩都很方便。个人认为湖中骑士的武器设计相当棒，不过放在漫画里面，这种武器的平衡性就很难调整了。管它呢，只要造型够帅，用起来够强，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各位怎么认为呢？本期评测接近尾声了，目前魔兽的先祖效应玩具出现了4款，正好在漫画里面也是4姐妹在东亚战区摧毁外星人的黑塔，说是凑齐了第一个篇章的角色吧。这次的湖中骑士各方面素质，个人觉得算是延续系列表现。在造型设计和玩具本身质量方面，真的是当今世界可动模型玩具第一梯队水准。不过大型金属骨架玩具玩起来总是还有点累，简单把它们放在柜子里面观赏还不错。本期视频就简单到这里，这次熬了2个通宵，拍了1500个素材，大家记得多多点赞转发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是汤姆森，咱们下期再见。Show Z Store, the best place to get your Transformers with the best price.